你有看过这类的新闻吗？某个海外的中国人有天突然失踪，但过没几天他突然就出现在中国，而且还认罪了。那在这样的事件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叫做猎狐行动。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猎狐行动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中国电影《战狼》有一句经典台词叫做"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意思是说呢，如果惹到我们中国人，不管再远，我都会去口你啊。不好意思，最近黄标真的太严重了，讲战争、讨论酱油、台铁都黄标，所以今天呢，先把这个关键字稍微的代换一下，相信大家应该还是听得懂哦。那说到这句台词呢，大部分的人可能会想到的都是有人入华，然后小粉红们到世界各地出征的画面。但实际上，中国政府也非常的努力在实践虽远必诛。2014年，中国开始执行一个叫做猎狐行动的反贪腐行动，他们要处理的目标叫做狐狸。这些人呢，通常都是贪污的官员啊，或者经济犯。不管他们跑到哪里，中国政府都会去把人抓回国内，也会讨回赃款。那一开始，很多国家都配合中国一起来抓犯人，但后来有越来越多人发现好像不太对劲。那今天的影片呢，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这个猎狐行动究竟是什么，中国怎么抓狐狸，其他的国家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只不过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遇过那种电脑设定出错，软体不会使用，结果打电话求救，工程师跟厂商讲了一堆步骤，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的状况吗？今天要介绍的 SplashTop 就是能够解决这种常见困扰，让你跟工程师都能够皆大欢喜的远端支援和远端桌面神器。SplashTop 这家美国公司在全球有超过3000万的用户，提供完整的远端协作解决方案。对于工程师来说，简单部署，容易安装，让 IT 团队可以高效率又安全的管理大家的远端存续。而另外，针对企业提供的版本还能够分组细致设定权限，所以特别适合各种规模的公司、学校或者是政府机关。而且不管是 Windows、Mac、iOS、Android 还是 Linux， 通通都支援。而最重要的是 SplashTop 有在地的台湾技术团队支援，讲台语也能够顺畅沟通，让大家都能够享有顺畅、好用又安全的远端协作环境。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官网看看，或是也可以免费试用，让 SplashTop 帮你把 IT 的世界变得更美好吧。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开始发起了大规模的反贪腐运动。而2014年的7月，中国公安部正式启动猎狐行动，目标锁定那些海外的中国贪污犯还有经济犯，并追回赃款。而2014年底，猎狐行动结束后，他们抓获了680人，这个数目比前一年多出了2.8倍。中国官方认为这整个猎狐行动的成效完全超赞，所以每年都重新启动，而今年当然也不例外。那在中国内部也有很多关于猎狐行动的正面报道。2020年还改编成连续剧《猎狐》，这个作品无论是口碑或是收视率都相当的不错。只是中国在大内宣这个猎狐行动的成果时，并没有提到他们的目标并不仅是贪污犯还有经济犯，而且用的手段也不一定都合法。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在猎狐行动当中，要把嫌犯从国外移回国内，通常会透过4种手段来完成，分别是引渡、遣返、异地追诉，还有劝返。前3种方法呢，都会需要跟国外合作，例如透过别人的警察先帮忙抓人，再将目标，也就是所谓的狐狸，从国外的领土或是海关移回国内审判。那这个呢，就是中国以前主要采取的方式，而大部分的这个法治国家也都这样做。但实际执行的时候，因为各国的司法系统不同，法律不同，工作的执行效率也不一样，所以抓人的效率就会显得差强人意。所以在猎狐行动当中，最大的差别就是他们多了一个劝返的手段。表面上面来看呢，就是劝那些狐狸自愿回国投案。可是要劝一个犯罪的人自己回国接受审判，这个有比较简单吗？不确定哦。但就中国而言，他们执行的非常成功，而这也正是猎狐行动最有争议的地方。2-3年前开始，美国的 FBI 就公开谴责中国的猎狐行动，而今年1月，人权组织保护卫士也发表了一份报告，叫做《非自愿返国》。这个报告指出，猎狐行动的目标其实还包含了住在国外反对中共、质疑中共的政治异议者，甚至还包含了维吾尔族人。中国呢，会先将这些政治异议者扣上经济犯或是贪污犯罪名，再想办法把人从国外带回中国。而且保护卫士的报告也指出，中国真正使用合法手段将人带回中国的比例只有占了1%。实际上呢，中国常常会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名单来施压目标，还会用其他的灰色地带，甚至是明显非法的手段，让目标非自愿回国。而这些非法的手段呢，大致可以分成3类：威胁国内的家人、派遣人员到海外，以及各种形式的绑架。而这3种手段呢，还时常混合运用，给狐狸更大的压力与威胁。
第一种非法手段呢，就是威胁狐狸在中国的亲友，他们会先让这些亲友跟目标接触，再透过亲友劝当事人回国自首。那如果没有用，那公安就会用更激烈的手段去施压亲友，包含像是冻结财产、让人失业、让小孩无法上学，甚至是离开父母，甚至呢用各种罪名将亲友判刑入狱。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施压狐狸，让他愿意自己回国。比如被指控收贿的前云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郭兴，就被中国挂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名单上。而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86岁的母亲、住在广州的姐姐，甚至是加拿大的哥哥，都不断的被骚扰。而他姐姐也因为是红通家属，所以不能够去香港。而2017年，郭兴就离开美国回中国投案。那在最极端的案例当中，中国甚至会把他们的家属带去美国来当面施压。例如被指控贪污的这个前共产党员徐静，中国就强迫他年迈的父亲跟中国派遣人员一同前去美国，让父亲去劝徐静回国。那到这边呢，就牵涉到猎狐行动的第二种施压方式，派遣人员到海外。第二种方式，中国会派人在海外接触骚扰目标，他们可以直接派便衣公安或者是特工，也会在当地雇用征信社黑道来达成目的。以徐静的案例来说好了，中国除了派人逼徐静的父亲到美国，还雇用了侦探麦克。麦克原本是纽约警察，退休后进征信社，他跟踪徐静的父亲，因此知道徐静夫妻住在哪边。后来徐静的女儿被拍照被传讯息骚扰，徐静家门口被贴警告，说如果他愿意回国被关10年呢，家人就能够平安无事。而其他的案例是中国特工会去骚扰威胁这些狐狸的房东，让他们不敢再把房子租给这些人。有的是会派人呢把狐狸家的这个窗口呢砸烂，然后打电话给狐狸，跟他们说他们跟美国当地的黑道有合作，随时可以把他的妻子绑架回中国。那这边呢也出现了第三种非自愿的手段，绑架。说到绑架，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桂明海还有萧建华。桂明海是瑞典公民，也是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股东。2015年10月17日，他在泰国的住处失踪，而且也找不到他的出境记录。但神奇的是，他隔天就突然出现在中国，而且说自己要投案。萧建华则是中国的富商，6·4事件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当年他协助校方说服学生结束抗争，毕业之后受到北大资助，一路创业致富，还拿到了加拿大的国籍。但2017年，他在香港的4季酒店被绑架，当时他被绑在一辆轮椅上面，头上还盖着布套，然后周围呢还围着6名不明男子。之后他就再也音讯全无。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这个绑架是偷偷进行的，那后续就会用偷渡的方式把人带回中国，所以在当地就查不到任何出境记录。不过通常绑架事件主要还是会发生在跟中国比较友好的国家或者地区，有的国家的政权呢甚至会协助中国官方来绑架，而实际执行的方式呢可能是由当地警察先抓人，再跟中国对口来进行下一步。有的时候是中国特工直接自己去抓人，然后再把人带走。像是埃及就拘留了200多名的维吾尔族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曾经接到新疆家人的来电，要他们回来。不过刚刚提到的这3种方式通常都有侵犯别人主权的争议，要是一个不小心，事情可能会闹得很大。所以面对比较民主的国家，中国会改变招式。比如在美国，中国先列出狐狸的名单，指控他们是非法入境，要美国将他们遣返回中国，让我们来处理。后来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渐渐发现到中国的意图，不太愿意配合把人送到中国，因此他们就会再改变做法。例如想办法让当地的国家呢，先把目标送到特定第3国，只要这个第3国跟中国有签订引渡协议，那最后就还是可以顺利的引渡回中国。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制作这种非常有可能会被黄标的主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我们在研究猎狐行动的相关资料时，觉得这个猎狐行动算是蛮完美的，在实践虽远必诛的战狼精神。不过，相对于各种这种入华事件的口水战，我们觉得猎狐行动的严重性可能还更高，也更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对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用抓经济犯的名义，实际夹杂了很多的政治犯的做法，会让人很难辨识。而且你在我的境内随便的把人掳走呢，也有不尊重主权的问题。另外，我们还有注意到中国境内跟猎狐行动的相关报道当中，甚至有提到他们曾经有跑来台湾，把所谓的狐狸抓回中国。但这个部分我们暂时还找不到后续的相关资料，不确定是真的还是假的。但第一时间还是很容易让人想到很多在台港人的故事，也会想到李明哲被审判
犯被褫夺公权的案例。那关于李明哲案的部分，最近他也终于回到台湾了，没有意外的话，我们之后也会再做一集来讨论这个事件，就请大家再等一下喽。最后想要问大家的是，看完这支影片之后，你觉得中国的猎狐行动怎么样呢？很赞哦，贪污跟经济犯都坏，被抓活该。B 很恐怖我觉得应该都没有在抓贪污犯吧，是一半一半出发点没有错，但做法可以更好。其他请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中国的猎狐行动。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新疆再教育营以及香港反送中后续懒人包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